已经经过了 IAM 然后 VCP 做 S3 endpoint。那我们第5步也对 RDS 我们建立一个 connection。好，那我们现在大概准备好了，我们准备放一只爬虫出去探勘一下建立好这些基本的据点，我们就放一只爬虫出去看一下这一些外面的动作。就是你要把它资料传，你总是要派一个哨兵侦察兵去看这些管道啦，还有这一些等一下要做资料传递的工作，等一下传递的时候才会比较顺利。所以这个 cloud 基本上就是说，它要去建这些 metadata 就是巡视这些传送过程中有哪一些我们已经建好这些管道，还有那些格式，那等一下我们在传的时候才会比较方便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借由这一个 glue， 我们会放一只爬虫那这个爬虫会根据我们刚刚建好这个 connection 来这边看看说你这边要传递的资料库是是不是可以过去啦？然后这个资料库里面有哪几个表啦？那有了这些 information， 我们等一下收集起来就会把它放到它这个叫做 glue data catalog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想象就是说它的一些情报的一些东西它去爬回来就会把这一些 information 把它放在这一边，所以未来我们在传递的时候，它就知道这边是资料格式长什么样子，方便我们在做这个传递，所以它是会利用这个来帮我们做这个 update。所以这个爬虫的目的是要来帮我们做一些前置作业你可以把它讲说是这个的一个 metadata。好，那这边怎么样做呢？就是说你在这个 group 里面有一个叫 club 这个爬虫那我跳到这个地方来帮各位再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样设计的这边有好多个 group。 好，那这边 group 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个里面我们刚刚有做 connection 建好了以后我们现在来建一只爬虫。好，那其实这边爬虫不只是可以爬 RDS 事实上我也建了一只去爬这个 S3 那这个爬虫当然是它有一些设定步骤那这是我前面先设定过的那我就从这个地方那你可以 create 新的一个爬虫。那我通常我的习惯就是你要爬哪里就把它的名字写上去，然后这边可能是就是说 RDS， 然后哪一台机器那这边我就不多写了好，那就取一个爬虫名字，然后你就打个 next。 好，那你到底要爬哪里呢所以你有没有爬过，它这边就有一个 option 那你要爬哪里，这边就是会有一个 add data resource 就是你这次爬虫要爬哪个位置，要有个资料来源嘛，那这边就是有关于这个 resource 的一些设定。那这边我因为打字方便我这边就是简单的用投影片来讲解那这边的设定就是 follow 那个投影片的一个规则，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就是我刚刚停在那个地方，就是写爬虫，然后你把名字取进去按的 next 那我爬的名字通常会把那个机器那一台 instance 我会把名字打在这边避免后面会有乱掉。好，那 add data source 就是照这样子，所以这边我们还是 data resource 还是用 data VC 但是这边的 connection 为什么我们前面要接 connection？ 所以这个就用在这边的你按了这一个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刚刚建的那个 connection 就会出现在这里那你如果说在这边按了没有以后，你肯定要 refresh 一下refresh 一下，它真的去刚刚把那个我们做出来的 connection 在这边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一个找到这一个。好，那下一个就是有关于你的 path 你到底哪一个？那这边有一个叫 table database 所以这边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把你的 database 放进来那这个 dbttcs 事实上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你到底 connection 过去要爬哪一个因为你连接到这一台可能有好几个 database 所以我就说我是这一个因为这是今天进的我要这个下面的所有的表格所以这个这个百分比符号是所有表格的意思所以你这样建，它就会把那一台机器这个 database 下面的所有表格都给你做回来
那当然你要去爬，你需要有一个 lab role 了哦，你要给它一个权限，不然这个爬虫怎么可以乱爬呢？所以你要爬那个东西，你也要事先给它权限，你有这个 lab role 的权限，你才可以去做爬取的动作哦，这是一个安全管控的问题哦。那这边是比较 tricky， 你爬的结果刚刚设定好爬 security， 你爬的结果要放哪里所以这个要给它一个名字哦，这要给它一个名字，就是你爬完的结果要放在哪个地方哦，它会自动帮你做个对应哦。那这边就是给它一个名字哦，我就把这个 AWS Glue 然后 Category， 然后我就取个名字啊，这随便你取啦。那一般来讲，我应该是要用那个 database 的那一个名字放这样比较不会错哦。那你就 create 一个 database， 那你就会产生出一个这个 database。那这个事实上大家会很混乱哦，包括我自己你会觉得什么是怎么这里又有个 database？ 那后来我觉得消化完以后，你就把它这个想象说，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 meta template。那它专门记住你 connection 你去爬的结果好像是情报单位他去探索征哨兵去那个 database 探索完回来，他就把他的侦索的资料写在这个地方，你就这样子想就好了他在探索完那个 database relation 回来把那个结果放在这个地方，你要有个地方让他放这些侦查的结果那这边一开始你还没有去爬，你只有资料库，当然这边什么都空空的啦都空空的。好，那这边你把这个 output refresh 一次那你就会看到刚刚的那个 refresh 就可以看到你这边就是你这边有给他这个名字的话你这边有给他这个名字的话那等一下在这个地方你就选你刚刚 create 的，他等一下去爬完的结果就会放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然后最后这个爬虫就再做个 summary 你的名字，然后你的 connection 连到那边是要连接哪个资料库，然后你给它权限，然后你输出要放在哪个 database 准备好了，那你就可以准备好了，你 ready， 那你就可以来爬一次看看来爬一次那这边就开始爬啦，它就开始去探索了，但是很不幸的，这边还是会有 security 上面的问题那这边 security 上面的问题就是它还是有一些安全管控那我故意把它留在这边，是因为让大家去体会到，就是说网管他们在安全上面就是一步空一步啦他不要就是说让你空。那这边到底是哪个地方环节出问题呢？那我们在下一步会来讲解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A few moments later 那也出去爬，结果发现爬的过程中还是要被挡掉，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于又是被防火墙挡住了，因为你的爬虫记得我们的防火墙本来是因为打开是有3306就是买 MySQL 那个 port， 可是你这个爬虫它在爬的过程中还有需要一些 decoct 的所以我们必须去更动它的inbound就是它 security glue， 他说你的权限不够，只有靠那个3306那个 port 很不够，我们需要更大的让我们去做一个爬取的动作那这个可能是会牵涉到它的效能的问题啦它的 port 开的更多，那我们在做这种资料传递的时候效能可能会比较好，不要单一一个管道你只有3306，可能很多资料就卡死在那里了。所以它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更多的 port 打开，那我们可以用 parallel 的方式来做一个存取的动作就是你不要只有单一窗口，我们多一点窗口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这边就是又回过头来了，你在这个爬虫，它其实不只有3306，它需要有更多的通道所以我们要来更改这个 BCP 的更多的通道那这边 security group 在这个地方呢那我再回过头来让你们看一下有关于这个 RDS 的这一块。所以这一台我们在这个 security group 就是它的防火墙这里呢，我们原先的计划是说在我们的inbound，我们前面为了让它可以进来，所以是 MySQL， 所以是3306那这一边事实上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加更多，那到底要加多多？那它的系统设定就是说你要全加，所以它的规划是说它是 O，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OTCP， 它是把它全部打开了啦，它是用全开。那其实这个我也是蛮担心的啦，因为刚刚为什么没有挡到？它为了让爬虫，然后未来在做资料传递的时候可以很顺利，它就把这个权限打开，那我们可以做上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啦，因为它这一关就把它全部打开，为了效能。可是未来这个的确安全管控会有问题，所以要不要说你资料爬完已经上传传递以后，你应该要把这一个再把它拿掉。所以这一边就是所谓的它的一个 tricky 一个地方啦，就是把它，所以这边就是inbound的 rule 这一边呢，就是再把它打开的更多更宽广，那我猜它应该是为了它的效能起见的，所以 security group 这一边呢，在 inbound rule 这个地方，它就是 add 一个 rule， 把 off traffic 任何地方就是把它打开，那这样子打开以后呢，那你再去跑一次这个 cloud，这个 running 的过程，你应该就可以过了啦，就是刚刚那个本来不通的，这样子就 success。那 success 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就可以去 check 它的一个 database，本来是空空的，就是说它这一边的结果，它会把这个 data 爬完的这些结果，它会把它放回来，所以刚刚 create 的那个 database 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去侦查了以后，把它的这一些阿猫阿狗的状况啊，哪里有机箱宝啊什么的东西，把它放回来写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回来了以后，你再去查你的这个 data category，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还在做 starting 了，它这还在爬，重新爬了，那爬的过程中不是很快，因为它总是要连线啊，还有一些动作存取，所以这边事实上是会花一点点时间的啦。好，那你等它爬完了以后，你看到这边已经爬完了，那你再回来检查这个 database， 这边再回来检查这边，本来刚刚空空的，你这一次回来就发现，很多东西。那你这边有几个 table 会牵涉到你原先在这里面到底有几个 table， 所以说 depends on 你到底里面有哪几个 table， 那所以像我这个资料库里面有这么多 table， 它就会把资料收集回来，把这些情报收集回来，那当然里面我们老师其他都是我在测试用的啦，就是我前面在测试的时候这些都不成功，那不成功的原因后来我知道就是他没有用 primary key，其他这里边传过去就 cut duplicate， 传了2笔就挂点了，那这边你把它 click 一下，那这边的 click， 我再回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边的这一些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那这边有它的 database， 那假设这边是我测试过的是这一个，好，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 table 啦，这边那我测试过的是这一个，那这里面蛮 tricky 的地方是这里面呢，它的那个爬过，其实这里面的那个栏位的次序其实上是跟我们这边是不一致的，例如像我第一个栏位是 tree balance， 那这一个你注意看我的这个栏位，我挑这一个出来给你看，column， 这字有点小了，我第一个是 ID， 那第二个是 vehicle type， 然后还有这一些，所以它的这个是我们它等一下 S3 过来的次序，栏位次序是这样子的，那这边的次序是长得这个样子，那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干嘛不一致呢？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写那个 MapReduce， 他这边可能用 Spark 还是怎样子来做快取的，因为他栏位没有排得很好，没有排跟我们一致。那我也是觉得这可能是他未来可以改进的地方呢，还是说有哪个地方可以更好的，
所以这边的栏位我们必须手动把它调成是跟它一致的哦。那这个怎么调呢？哦，那这个就是牵涉到最后一步了哦。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在界面上面这边就写的不是很 friendly 啦哈，它必须把这两边的表格的栏位的次序要把它调成一致哦。你的不一致会错了，那时候我也试了很久哦，为什么都已经爬好了，为什么不能传哦？栏位不一致。所以你需要在这一个table 里面，你要去做它的 edit schema 这个动作哦，把它的资料栏位做一些改变。那这边我是觉得以实际来讲，我是觉得它应该把这一块在 Web Service 应该要把它补起来，不然这个手动这一块其实说真的还蛮浪费时间的，因为它每爬一次又回复原来的。所以这一个呢，你需要在这个地方哦，对这个表格里面有个 action， 里面有个叫 edit schema 哦，你必须用手动的把它调。我不晓得有没有比较快的方式啊哈。所以像第一个栏位就是这个 ID 哦，这一个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对应过来第一个栏位是 ID， 所以你就手动的去把它调整。所以其实这一块我是觉得不是很欣赏它的做法。所以这一个本来是第6个，对不对？你就用一个 edit 的动作哦，然后把它的栏位呢更动为1哦。那你这边当然 type 你也可以换了哦，那你用 edit， 那这个就会变成1，那你就一个一个哦，这样手动的把它调整回来哦。那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要手动做。我现在知道的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对每个栏位哦，你就把它做更动，它就可以调整回来。那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哦，所以你的目的就是把它这一个的栏位的一个次序哦，那调整跟你在这一个哦，你原先要传过去这个栏位的次序要一致哦。然后 type 这边也是蛮 tricky 的啦。那后来我是想说，尽量你就是把它弄成跟这边一样。那会不一样，因为每一种资料库它的栏位哦，这种提供的资料，它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一致哦。那这个也是蛮麻烦的地方啦。那不过我这边只有动到一个 int， 然后这边是用一个 double 啊，其他都是保持原来的 string。所以这个其实在资料搬移上面，所以资料搬迁、资料 type 这边是一个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哦。那你整个改完以后，记得要 update。哦，把它整理过哦，它就会一致性的，所以这边就会让这边的资料的次序、栏位次序跟你这一边传过去的是一致的哦，这样传过去才不会错误。好，那这边就是有关于我们在事前的爬虫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